真的是有個咕溜咕溜的啊，相當的滑嫩，而且那個炸醬麵帶點甜甜的味道，還蠻適合南部人的。而且它麵體有點像烏龍麵，吃起來蠻有嚼勁，蠻 Q 彈的。裡面還有一些冬瓜跟牛肉塊，而且那牛肉塊只有1塊，這個就有點像比較清淡的紅燒牛肉的味道。看那個豬肉豆腐湯跟這個辣牛肉湯，如果加點泡麵進去，絕對是蠻好吃的啦！哇，它燉的真的非常的透，湯匙一勺上來，它骨肉分離的。這個湯頭跟剛剛那個牛筋雪濃湯喝起來蠻像，只是說牛肉的味道變成生的味道，而且它裡面還有放一些米，吃起來帶點濃稠感，還蠻香濃的。哇，這蠻好吃的，這雞肉很嫩，很像雞翅的那個部分，而且又是糖醋甜甜的，真的是很吸引人。好濃的蛋香味，很像在吃豆腐一樣，非常的滑順，淡淡的鹹味，有點像紫菜湯的感覺。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懂美食。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文，今天我們到高雄一家韓式料理老饕的口袋名單。在高雄有不少韓式料理餐廳，這一家不一樣，是由韓國主廚坐鎮所打造。這邊的特色不只可以吃到經典的韓式炸雞、海鮮煎餅、部隊鍋等等，還把韓國人平常在家裡吃最熟悉的味道都搬帶到台灣了。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，到底是網友口中說的道地韓式料理，還是只是吹噓而已呢？那我們今天中午費用是399元，用餐時間為100分鐘。朋友，我們剛叫了一大堆料理啦。那你一進來取餐的時候，你要先戴上這一副透明的手套，再去上面那邊取餐。如果是人比較少的話，他們就没有自助吧可以取用，那就主餐都是在這邊點，說幾個人要幾份，那它的1份就是1口量。如果你想要吃5口的話，那你就寫5乘以5這樣子，以此類推。那下面這一邊包含豬腳啊、韓式炸醬麵、年糕，這個就是在自助吧上面自己取，用這個小碗在那邊戴上手套，再去拿邊夾。那上面還有一些泡菜，那這邊濃湯什麼的都是在這邊叫的哦。在你想要喝的那一碗湯旁邊寫幾個人用餐，比如說2個人用餐，你就寫乘以2，或者是2個人這樣子，它就會做出適當的分量咯。OK， 我們迫不及待咯，那我們可以享用吧 ，Let's go。嗨，朋友們，今天好嗎？再難都要記得微笑哦。我們今天來到福華飯店一家秦韓式料理餐廳，這家是專門做韓式，由韓國主廚所坐鎮打造的哦。我這裡面空間環境看起來蠻漂亮的哦。那我們再去另外一區，另外一區也是，這邊感覺像家裡的客廳。這邊比較像餐館，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自助吧。那剛工作人員有說，如果是多人的話，這邊才會放自取的。那如果是人比較少的話，上面這些主食啊，都會變成用點的，看你要幾份，你就點畫幾畫。如果是1個人，你就畫1畫，那就1塊糖醋雞；你畫2畫，那就2塊糖醋雞，以此類推。大概是這個樣子咯。主食的話，包含這個海鮮煎餅、地瓜、炸地瓜都是這個樣子的。那旁邊的小碗就是裝這個韓式炸醬麵、年糕、辣炒年糕、魚板、豬腳。哇，豬腳看起來蠻大塊的。旁邊還有韓式魚板湯。這邊剛好我們吃的是蠻不錯吃的哦，感覺還蠻道地的。都是帶着甜甜的味道，還有稍微的辣感。那這個馬鈴薯燉龍骨湯，看起來也是那種很像部隊鍋的感覺，只是說裡面好像沒有馬鈴薯味。那這邊還有3樣小菜，還有一個是海帶。那前面這些醬料可以讓你弄炸雞跟豬腳這樣子，有辣味跟炸雞 barbecue 甜蒜跟乾辣醬。那旁邊還有這個在台灣非常少見的芝麻葉跟生菜，可以包着豬肉。那它旁邊還有提供這個剪刀，是讓你剪螃蟹跟豬腳的哦。那上面的小菜就是用這個碟子放。那你裝這些菜之前呢，必須要戴上這個免洗手套哦。這個是這個店家的規定，你也確保一個乾淨整潔的狀態。那之後它旁邊的小冰箱就是一些飲料咯，這邊全部都是要自費的。那偶爾在網絡上看有一些是有那1瓶25元果汁汽水，那如果30元是喝到飽，現在的現場是沒有的。OK， 那它環境大概是這個樣子啦。那我們就來這個道地的炸醬麵吧。哇，這個色澤是相當的誘人，我們來試看看咯。
真的是有個咕溜咕溜的啊，相當的滑嫩，而且那個炸醬麵帶點甜甜的味道，還蠻適合南部人的。而且它麵體有點像烏龍麵，吃起來蠻有嚼勁，蠻 Q 彈的。旁邊韓式炸雞絕對也要配上吧。韓式炸雞的外衣是相當的酥香，而且裡面的肉蠻軟嫩的。旁邊還有炸地瓜哦，還有 Q 彈的香菇，發現他們的炸衣都蠻酥香的。最後一種炸物，炸螃蟹，之後旁邊還有海鮮煎餅，泡菜風味不會辣，泡菜香氣還蠻濃厚的，酥酥香香的。旁邊還有海鮮煎餅，相對於泡菜煎餅，海鮮煎餅吃起來比較軟嫩，比較沒有泡菜夾在裡面那種比較柴的感覺，而且表層煎的恰恰這樣，吃的還蠻酥香的。最後一種飯卷，飯卷跟我們在吃那種花壽司沒什麼太大的異樣，只是說可能它的鹹味會豐富一些。旁邊還有表面光澤又亮的糖醋炸雞，哇，這蠻好吃的，那雞肉很嫩，很像雞翅的那個部分，而且又是糖醋甜甜的，真的是很吸引人。旁邊還有年糕魚板哦，非常軟糯的年糕，歐文相當的喜愛。旁邊還有微辣的魚板，這個辣大概是接近中辣的部分，但是帶點甜味，還蠻好吃的。之後它這裡還有超大碗的蒸蛋，非常的多汁哎，超棒的。好濃的蛋香味，很像在吃豆腐一樣，非常的滑順，淡淡的鹹味，有點像紫菜湯的感覺。歐文手上的米粉，我們來嘗看看，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呢？感覺他們有加香油，帶點香油的香氣，還蠻像的，只是說他們的好像比較粗一點，那吃起來都是很 Q。來配個黃豆芽吧。之後我們來將豬腳拆解吧，可以用這個筷子把它弄成小塊小塊，之後再來包着芝麻葉享用。那我們豬腳把它處理好了，我們用芝麻葉包了豬腳跟一些小菜，那我們來嘗口看看吧。哇，它的豬腳皮真的好 Q 好 Q 哦，而且芝麻葉有一種淡淡的香氣，還蠻特殊的。來喝個蛤蜊海帶湯。蠻有味道的哦，裡面蠻多海帶的。那比較可惜的是，它蛤蜊只有一隻。旁邊還有牛筋雪濃湯，雪白雪白的湯頭，我們來喝看看吧。有淡淡的牛肉香氣，以及帶點辛香的胡椒感。那我們來嘗看看牛筋。它的牛筋蠻軟嫩的，帶點滑潤感，而且這個湯頭胡椒香氣蠻濃的。那在它這豬扒上面還有馬鈴薯燉龍骨湯，可是歐文找了一下，馬鈴薯都被吃光了。這個湯喝起來就很像部隊鍋的感覺，有一種泡菜的香氣，帶點辣辣的味道。那我們這一輪呢，又叫了剛剛沒有叫到的3樣湯，那我們歐文全部把它叫過來了。歐文手上非常香濃的參雞湯，哇，它燉的真的非常的透，湯匙一勺上來，它骨肉分離哎。這個湯頭跟剛剛那個牛筋雪濃湯喝起來蠻像，只是說牛肉的味道變成生的味道，而且它裡面還有放一些米，吃起來帶點濃稠感，還蠻香濃的。那我們來吃一塊雞肉，那雞肉吃起來就很像雞湯的老母雞，帶點些微扎實的肉感。旁邊還有味道比較重的豬肉豆腐湯。那店家他們有介紹說，喝湯的順序比較適合從清淡的喝到濃的，像這種紅色的就屬於味道比較濃厚。我們剛剛把所有的清淡的濃湯都喝完了，我們再喝一點辣味的吧。哇，這個湯有點像部隊鍋了耶，非常濃稠的湯頭。我們來吃個嫩豆腐。旁邊還有豬肉片哦。那它這個辣味就比較重了一些，就有中辣以上。最後一碗辣牛肉湯，這個湯看起來比剛剛那個豬肉豆腐湯還要清澈一些。裡
裡面還有一些冬瓜跟牛肉塊，而且那牛肉塊只有1塊，這個就有點像比較清淡的紅燒牛肉的味道。剛那個豬肉豆腐湯跟這個辣牛肉湯，如果加點泡麵進去，絕對是蠻好吃的啦。我們又點了一次海鮮煎餅，熱熱的就是好吃。但它海鮮煎餅的料，海鮮比較少一些，還有炸地瓜，旁邊還有酥香的雞塊哦。而且它雞塊有一種醃制的醬料，那種醃制的香料有點像大蒜醬油跟鹽巴混合起來的感覺。還有歐文覺得很好吃的糖醋雞，之後又叫了一次相當滑嫩的蒸蛋，嗨，朋友們，歐文就吃飽了。這一餐吃的是夠特別的。歐文今天覺得最好吃的是它的炸雞、炸醬麵、豬腳，還有蒸蛋。那湯頭比較好喝的是豬肉豆腐湯，香氣是相當的濃郁，帶點微辣的口感。其他的吃起來一般般，沒有什麼特別的記憶點。那如果你也是喜歡吃韓式料理的朋友，你也可以來這邊嘗試看看。你如果有停車進來飯店的話，他們是沒有折抵的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啊，如果喜歡影片，請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是董秘史歐文，收尾沒到，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用胃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記錄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接下去的動力。再見，拜拜。